有分析就认为啊，说这个中国领导人呐，比原计划是提前的出访了俄罗斯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些分析就认为是中国掌握了俄乌冲突的准确信息和情报，那么预判啊这场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，甚至呢恶化到失控的这个程度。这种可能性发生之前，中国呢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提前不提前这个说法呀，这是外媒的一些说法。我们中国是不会按你设计好、你安排那个步骤去走的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节奏。当然了，该出手时，那我们确实要出手，这个他倒也是没说错。这个外媒啊，其实对中国领导人访问俄罗斯这进行国事访问呢，他很早以前他就放出风声来。最早的不是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放出来的消息吗？那一步一步的更详细，说的就跟真的一样。他说呢，首先啊，这个中国在4月初等到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访华之间呢，两国呢会沟通这个俄乌冲突的问题。中国和欧洲得到一些共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中国国家领导人再去出访俄罗斯，而且呢还有可能再去乌克兰，那至少也要跟乌克兰的总统来一个视频通话什么的。你看他把这都安排好了，但是现在呢，突然这么一下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按他们说啊，就是提前就这么去走了。他们认为啊，这个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的一个预判。就是中国他会预判到说这个俄乌冲突呢，持续的时间这个阶段不会太长了，在不会太长的这个阶段之中呢，很可能双方都有问题。那都有问题的时候，那这冲突可就不可预测了。第一点哈，就是他们认为是俄乌冲突进行到现在，你看俄乌都在积极的搞这个所谓的大反攻，而且呢，这种大反攻可能所用到的手段，那和以前它会不一样的。会有一种这个非传统的打击方式。你像乌克兰这边，他就有可能真拿那个核电站去下手啊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这很难说呀。你比如他可能打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境内去，那这个引发出来之后，那会是引发一个什么后果？那弄不好俄罗斯真动一下战术核武器，那场面可就完全失控了。第二一点呢，从这个两边现在的情况来看哈，也不是很妙。外媒就认为俄乌冲突它可能都挺不到夏天。为什么呢？那首先说，你看乌克兰这边啊，乌克兰这边其实是靠着美国和西方啊在援助它才能打下去。可是现在美国援助乌克兰的450亿的那个预算啊，已经花的差不多了。那往下没钱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而且美国国内的这个党争啊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弄不好美国这边会改变一些态度和具体的一些做法。而具体到乌克兰这边呢，很明显，就算是别人给钱，别人给你炮弹啊，别人给这些东西都好吧，乌克兰的人，就是乌克兰的兵员，面临着一个枯竭的一个情况，你就算是有东西也不好往下打，这损失太大了。反过来再看俄罗斯这边，俄罗斯这边再这样僵持下去呢，经济上它也会出问题啊。到现在这干了1年了，这1年挺有意思的，俄罗斯并没有像西方预测那样经济大崩溃，因为俄罗斯嘛，最后搞来搞去，它只能是出售自己的能源了，最基本的东西啊，来维持它的国民经济，这是它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了。可是去年这个油价都很高啊，美元计价啊，90到100块钱一桶。可今年不一样了，这个欧洲的经济持续疲软，全世界的经济也不太妙，对石油的需求呢在下降。现在这石油在60块钱左右啊，甚至都有可能会跌到50块钱。那你想想，这等于俄罗斯的收入啊，咱不说是腰斩吧，那也减到3到4成以上。这打仗消耗的都是钱呐。进入战争状态，你处处要花钱啊，从财政上俄罗斯会顶不住。所以呢，俄乌双方在这个互相顶不住的时候，可能出现一些非常规的打法，出现狠招，出现奇招，而这个后果就不可预测。在这么一种情况下，西方就分析说，中国要马上出手，把这个局面给稳定下来。他们这个分析呢，反正按照他这么个说法呢，也说得通。从客观上来说呢，我们是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政治解决。说政治解决就是要和平解决这个事情了。当然，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冲突是升级啊。如果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危险趋势的话，那我们该出手时确实要出手，尽量的把这个事情控制住。